美刊认为，乌克兰危机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决斗，欧洲盟友愤怒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延绍。在很多人看来，正在发生的俄乌冲突是俄罗斯与美西方之间的决斗，表现形式又是代理人战争。然而，当乌克兰人在战场上打了9个多月，欧洲国家因为能源危机被严重收割之后，却发现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不过是拜登的遏制中国政策的一部分。近日，美国政治新闻网发文称，白宫欧洲政策的核心是礼貌的冷漠，与中国的对抗仍然是主要目标，而欧洲的盟友在这一等式中仍然是次要的。美国把俄乌冲突当成是中美决斗的一部分，并且通过推动奥库斯联盟、通胀削减法案等不断的引发与欧洲的冲突。你也可以理解为，拜登政府为了遏制中国所采取的政策，往往是以牺牲欧洲盟友的利益为代价的，这将引发欧洲国家的愤怒，甚至会带来致命的后果。欧洲人原本以为俄乌冲突的爆发会让拜登的全球战略重心转向欧洲，而事实上，美国正在利用这个契机将投资从欧洲抽走，甚至利用欧洲的能源危机将制造业从欧洲转移到美国，进而提升美国应对中国竞争的实力。美刊称，拜登与特朗普几乎一样，只关心美国的利益。欧盟正在为错过的信号、侮辱和不公正行为而呻吟，中国将始终优先于欧盟的利益。那么，我们该如何来理解欧洲人把俄乌冲突当成是美中之间的决斗的想法呢？首先，从中美战略竞争的角度来看，俄乌冲突有利于美国利用安全战略捆绑欧洲，进而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美国为什么要推动俄乌冲突长期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场冲突能够让欧洲国家感受到更大的军事威胁，让已经脑死亡的北约重现活力。在美国国力和军力相对下降之际，未来维护其霸权就必须依赖于欧洲国家的所谓团结。在军事上，要利用北约的力量来对付俄罗斯和中国。特朗普在任时要求北约成员国将其军费提升到占 GDP 的 2%， 这一目标也因为俄乌冲突而得以实现。其次，俄乌冲突有利于美国的能源出口国地位，并且在经济上加大对欧洲的控制力，从而达到提升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的目的，并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获得好处。美国与中国进行的全面竞争战略，打压中国是一方面，如何提升自己的实力是另一方面。而欧洲发生战争，对美国来说，就是要将欧洲的制造业和资本转移到美国的气息，把俄罗斯的能源踢出欧洲供应链，也可以加大美国全球能源出口国的地位，并且更好地控制欧洲的经济命脉。可以这么讲，俄乌冲突就像是美国在经济上收割欧洲的阳谋，进而为与中国进行的激烈竞争打基础。最后，美国正在利用俄乌冲突长期化的优势，抓住机会削弱俄罗斯的力量，更为更长远的未来集中精力对付中国创造机会。过去，美国同时敌对中国和俄罗斯是外交战略上的死结。现在，美国每年只需要花几百亿的美元，就能够将俄罗斯拖入战争泥潭，这是相当划算的。随着俄罗斯常规作战力量的削弱，未来欧洲将完全有能力独立应对俄军的威胁，那么美国也就可以将更多的军事资源投入印太地区，与中国展开军事竞争。欧洲国家之所以感到愤怒，主要就是美国并没有把支持欧洲安全当成目标，而是把利用欧洲的战争对付中国当成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管中国愿意不愿意，俄乌冲突都事关中美战略竞争，中国也将因此而入局。为此，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应对挑战。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